罗顺，罗顺，郎中，郎中，快！方知县，郎中都备好了。范老，诸位有所不知啊，上一回庭审，帅家墨就晕倒过。哎呀，本官真是内心着实的担忧啊，所以我就提前备上了。怎么样啊？回禀巡抚大人，帅家墨并无大碍，还是玉气陡毙，到阴凉处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啊，把他扶起来吧，找个阴凉的地方让他歇一会儿啊！哎，快！哎，快！哎，刚才议到哪儿了？继续。宋人，我查过文卷，你是个举人出身，却未能更进一步，只落得做了个长案，仕途无望，你心中必然愤愤不平，对不对？你这种人，没了前途便只能惦记前途。你发现引田逆田实在是桩好生意，便教唆帅敦成从中做手脚，你坐收巨利，对不对？帅敦成品性高洁，不愿与你同流合污，你担心事情败露，便栽赃他，侵吞了人丁私捐，然后再杀他灭口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帅敦成品性高洁个屁！是他先要挟我的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宋同伴。绝无此事。范老可以为在下担保。林巡抚，这小小的壮士扰乱公堂，须以杖刑，否则有辱堂威呀！小人甘愿受罚。哎，你违规了啊！你可冤不得我啊！来人呐，给我插出去，杖责时下，以儆效尤。是，我自己去。宋同派，宋同派，这都是陈年旧案了啊！我也不能仅凭一句话就定你的罪呀。不过，为了避嫌，你也可以下去了。记住了，一定要死死咬住范云。我不行，我没你的能力。不行也得行，不考你，考算呆子吗？记住昨天晚上我说的话，你便不会输。今日何意？本府有言在先，不得妄行讼师手段。然成人妻以刑诈得利，不知妻心之害，杖责时下，以儆效尤。慢点。哎，小珍，帮我拿一下药盒的那个，妹妹啊。别坐。躺下。深明大义，情长土地。
这议了这么久了啊，你有什么主张，说出来。啊？冯宝玉啊！什么？不，说走嘴了。大胆，在这公堂之上油嘴滑舌，你是要戏耍大家吗？不是。那个李巡抚，既然四捐全书是真的，我们要求彻查仁华土地，清账田亩，追回这20年来引田所得，涉及其中的乡绅官吏，都得严惩不贷。对。方知县、毛知县，二位都是金安的父母官，啊，对于冯宝玉这个想法，建议如何呀？李巡抚，我们先不说这私捐全书是真是假，这次百姓而来，完全是因为清账而激起了民愤。若再来一次，恐怕我等就按不住了。本县谨遵巡抚衙门的决定，绝无二话。二位啊，这个清田呢，这个容易引起民怨啊，我们就别火上浇油了。哎，不是啊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不是怎样？你把话说清楚。这个清账，这什么这？冯宝玉，本官警告你，在这大堂之上，所有的事情你要想清楚再说。你敢说错一句话，恐怕你就得大胆说出来了。说，你若想清楚了，就快说。明天我们一定要死咬住清账土地这一点，大做文章。这个才是巡抚最关心的事儿。单搞缩省引田，这就是从朝廷的手里偷银钱。如今张守虎变法在即，这个说呀，是最敏感的死穴。启禀李巡抚，这次清账激起民变，并不是清账本身的缘故，而是底下执行变了味道。放肆！你一个书生敢在这里妄议政务？毛知县，你错了，我不是胡说的，我是在头阳县亲眼看到、亲身经历的。啊，你还有这样的经历？说。接下来啊，冯宝玉得看着自己了。其实这案子呀，就没想过你们要赢。你们3个只要是平平安安的，就老天保佑了。哎，你呀，总是小看你弟弟，给他照顾得太好了，结果呢，他在你面前就只能连起爪牙，扮作一个无能的纨绔。你说谁是无能的？你，我觉得宝玉，分公子，他虽然看起来傻乎乎的，但其实还挺厉害的。听见没有？好，那既然小芝姑娘这不也说了吗？冯宝玉挺厉害的，那你作为至亲之人呢，你就放手让他去成长就好了。这冯宝玉吧，也有一股执着的持气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学自帅家魔，我反正是自愧不如。陈氏妇女的遭遇在同阳各处反复发生着，乡绅忙于兼并土地，小吏忙于欺压良民，官员忙于明哲保身，彼此勾连，沆瀣一气。再英明的举措，让他们执行下去也会荒腔走板，这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啊！你这是要指责全金安府的官员吗？邓知县和任主簿是投鼠忌器，而你毛知县，那就是同流合污。这次民变，本就是你等纵容小吏，好好的竟被歪嘴的和尚唱歪，这锅还要扣在我跟老帅头上。帅氏父子不过是想要挑拨真相，却被你们联手打压，甚至豢养杀手，戕害性命。荒唐，太荒唐了！这大家都知道，贫富无定势，田宅无定主。这两厢情愿的买卖，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罪过了？你哪里看得出来是两厢情愿呀，毛盼凤？李巡抚，
仁华可用于缴税的土地已不足20年前的70%。毛知县，你来说一说这些土地都去了哪里？先是被乡绅们巧取豪夺，从农民手里抢到自己手里，然后勾结官吏篡改鱼鳞图册，把土地隐藏起来，避开朝廷征税。那私捐学术，那岂不就是明证吗？倘若天下府县都和吉安府一样，税田逐年缩水，岂不是百姓负担愈重，朝廷却未能夺得分毫？田土每年所产，下不能流于黎民之手，上不能输缴于朝廷库房，全都费大了你们这些横亘其中的囊虫、毒种、毒瘤。长此以往，国将不国呀！冯宝玉，你这好一片策论呐！如果这是乡试的话，我点你头名。说。李巡抚，这小子就是胡说八道，攻讦朝政啊！哎呀，是不是胡说八道？得有证据呀！你刚才说什么？陈氏妇女，他们现在何处啊？来了。小芝姑娘，你先别忙了，赶快回堂上去，还得给宝玉作证呢。好，谢了，小芝。人呢？看来还是骗人的把戏呀！既然没有人证，李巡抚，我看可以尽快结案。我也是同阳县的，这位风先生所说句句属实。那些账田的蓄吏们，就是这样欺负我们老百姓的。我愿作证，我也愿意作证，我也可以作证，我愿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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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乡亲们，安静安静啊！如果愿意作证的话，就在这文书上签个字，按个手印吧。好。我一直就没明白，我到底哪点儿比不上一个穷乡僻壤考出来的穷小子？李巡抚啊，这风宝玉的胡言乱语，大多都是极端的个例，要么就是空口无凭啊。如果这些一旦传出去，恐怕这晋安8县的知县都要惶恐啊。方知县，你惶恐啊？回李巡抚，百姓们都叫我方石相，石相怎么会恐慌呢？懒细毛知县，你确实应该惶恐一下。李巡抚，我要在此提出指控：之前刘巡案想要彻查人丁私捐税，毛攀凤公然违令，蓄意烧毁价格库，销毁朝廷账册，还想杀5个老帅灭口，胡说八道！上次已经审得分明了，是那老张监守自盗，已经畏罪自杀了啊！又是畏罪自杀。毛攀凤，监安府的犯人怎么都这么识趣？你一需要他立马就自杀是吧？
李巡抚，这种小人之言是不能听的。他们在晋安府那都是出了名的奸佞之徒，信不得的。啊，他是谁呀？哎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哼，这还要拜方知县妙手回春。方知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他呀，这个老厉呀，他在我的监狱里悬梁自尽了。哎，结果他只是背过气去了。当晚仵作回报说他突然又喘过气儿了。你说真是侥幸啊，命大。为何不说呀？啊？为何不说呀？说？向谁说呀？啊？毛知县。这事儿可是你做的不地道啊！啊，你派人到我仁华的监狱里去，想让这老厉死在监狱里，你这不是让我背锅吗？这么麻烦的事儿，你把他甩到我头上来，你还让我说？我说什么？我向谁说？老书吏，进前一步说话。来，您跟李巡抚面前好好说说。喂，李巡抚，当初毛知县和陆捕头找到我，让我配合他们，把嘉阁库连同里边人一把火烧掉，伪装成误入火烛的现场。芸娘为什么会选择你这么个破弱壮士？可惜她选错郎，嫁错人，才落得如今香消玉殒呐。你一定也很想他吧？胡说八道！陆捕头还到监狱里逼迫我自杀，说如果我不死，就把我的女儿和外孙。把他扶起来说话。老人家，我侥幸没死，就托人给兰溪报信儿，可没想到我的女儿外孙生生饿死在家里，就是你们！哎呦，还承诺的那样保我家人一尸平安！你个老匹夫，血口喷人，我掐死你！毛知县，打死你！掐死你！
杀了你！住手！此乃人证啊！啊！带毛知县下去疗伤吧。是。狗匹夫！带下去。是。来，走。范远，范远把那本书给烧了，血口喷人！方知县，你可否看见？哎，是何人而为啊？这适才乱作一团，下官心脉骤停，未曾觉察呀。那你就待在上面吧。啊，来，接着一。李巡抚啊，哎呀，下来吧，下来吧。我们继续。接着一。启禀李巡抚，现在事实已经很明显了。20年前，宋人收取乡绅贿赂，灭口帅登城掩盖真相。马文才家里转售土地，科举舞弊。20年后，黄知府跟刘玄安想要彻查此事，却被那个毛攀凤湮灭证据在先，挑唆民众在后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晋安府积弊已深，改正势在必行。这一切，皆源自于帅家莫提告人定思捐之故。他无过有功，还望巡抚明察。清理低弊，的确是朝廷这2年的想法。可是你能有什么想法呢？清涨仁华土地，重定人丁思捐税。好一篇策论！你有什么可说的？冯宝玉，老夫建的学堂你不曾上过吗？高堂之上，竟敢如此无礼！那不过是你们赚取民望的手段罢了，和你们贪得的利益相比，那不过是9牛1毛。你们就是指你们范家，思捐权术的1半都跟你们范家有关，他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。巡抚大人，大明律哪一条写明，拥有田地多的人有罪？不曾。老夫名下的田产是多了一些，那都是诚实经营所得，勤勉致富，难道有罪吗？你们家那么多的土地，怎么可能每一笔都是公平买卖？哼！凤兴松江、徐杰、徐阁老家有多少土地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24万亩。你要是有本事，你到徐老府上跟他说，你刚才不是说有钱的士绅都是毒瘤吗？难道徐老是最大的毒瘤吗？范老，今天所议乃金安的政务，不涉其他呀。不，这是一回事。嘉兴袁家用田20万亩，钱塘许家18万亩，余姚余家17万亩，整个江南豪门近身，比比皆是。你读了这么多年圣贤书，竟如此离经叛道，难道你想跟江南所有的士林对敌吗？
你个老狐狸，你不要偷换概念。我们今天聊的不是买卖土地之事，而是你隐匿田地那4。本官以为，今日堂议到此为止吧。大家请回吧。就算没了私权权书，我同样可以证明。等等。帅家墨，难道你能背过不成？我从未看过，又如何背得住？只要范老挑出他名下任何一处田产，交予我重新丈量，看看与榆林图册记载是否相符，就可以一清二楚。重新丈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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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要对比就能丈量。此时民意最重，不如答应他。反正田是咱们的，而且核准账上次序，也都是咱自己人。咱们就给他那块最要的田，晾到帅家墨，也挣不出个究竟来。老夫在仁华确有一块土地，土名武功堂下，行序69号。老夫想用这样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倘若帅家墨凭空诬陷，望大人严惩。这您放心，我一定是秉公办事，严惩不贷。帅家墨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其实我很高兴。从一开始仁华县那次议论，我就不明白，为什么一个简单的算学问题要搞得如此复杂？明明就是1+1等于2的事情，却牵扯到这么多不相干的人和事，所以才到了如今这个局面。现在好了，算学的问题终归还是要回到算学本身，只要解决了眼前的问题，就可以解决一切。好，本官欣赏你的勇气，即刻动身吧。不必了。这块武功堂下行序69号田，可是咱县最要的田了。我测算了3遍，才得出结果。交给你的推步据点之术吗？记得。
要补偿。严刑取鼎，分别数，再算推步，知地方。依得此法，无论多复杂的田形，只要标定各处顶点的经纬部署，面积便可轻易修出。爹，我会了。子田师母6分，对吗？爹。此田10亩6分，分毫不差。荒谬！随口说一说，明显就是为了诬陷范老。榆林图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9亩2分。望李巡抚派府中护防蓄力，核准丈量，莫被宵小之辈妄言蒙蔽。对，没错。好啊，到底是9亩2分呢，还是10亩6分呢？确实要重新丈量核算。巧了！本官手底下真有几位算学的名家，丈田经验颇为丰富。来人，即刻动身吧！撤！闪开！撤！闪开！闪开！回来了。结果，回禀巡抚，土明武功堂下行至69号，土地丈量结果是10亩6分。李巡抚，老夫有一言是关于丈量事宜，能否借一步讲话？范老，本官是看在你我有旧日的份上，来听你一言。你还有什么辩解啊？我没有什么辩解。我相信您不会偏袒任何一方。我知道您最关心的是上京之时能否完成丈量事宜。难道您没有看到民报之后那2位官吏的下场吗？您上京的时候怎么跟张首府交代，怎么跟圣上交代？朝廷要的是典刑，您要的是结果。我会给您一个圆满的结果。什么？又怎么了？你说几日能确保清丈完仁华所有的土地？10日。10日。
这个清丈田地呀，它本来是一件好事儿，啊，全被那些豪强劣绅还有恶吏，他给变成了一件坏事儿。他们多饮一分田，那就是从你们的碗里多抢一份粮食出来呀。所以，这次清丈田地，理清田亩，大家要一起站出来，好不好？好。我的好兄弟释迦墨，他会一门丈田方法，能够又快又准确的帮助大家测出咱们真实的这个田亩数。那么接下来，有请我的好兄弟释迦墨。老师，快去快去！这个丈田之术，叫做推步据鼎之术，是我爹教给我的。我爹说过，数性最朴，算学是这世界上最诚实的东西。树与树之间的关联，就好像这天上的星辰一般。如果你能洞悉这计算之妙、计算之理的话，便可以养抚天地，上下求索。这便是就是我所求的道。千斤为衡量，在边缘处标不长，也情绪的分别数，再算退步之地方。千斤为衡量，在边缘处标不长，也情绪的分别数，再算退步之地方。千斤为衡量，在边缘处标不长，也情绪的分别数，再算退步之地方。千斤为衡量，在衡量，在边长处标不长，也情绪的再算退步之地方。之地方。千斤为衡量，在边缘处标不长，天情绪的分别数，再算退步之地方。夏沫回来啦！哎，来进来呀！盛汤啊！对对对，汤好了，娘亲给你盛碗汤啊。多加点鸡肉。来，喝鸡汤啊，小心烫。怎么没有鸡头啊？吃什么鸡头啊？你又不呆。拿着。夏沫，你长大了。来。老师，你怎么哭了？老师，哎，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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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怎么哭了，老师？哎哎哎！
那个，这先车了，先车了，先车。走走走。喝口水呀，东吴。兄弟，谢，辛苦了啊！看我这盆一铁，喝口水。来喝口水。先天经纬以衡量，再点圆出标布长，田行取顶分别数，再算推步知地方，妙也，妙也。来，百姓们过来了啊！给大家讲个好消息啊！以后咱们县税收下调了，不用再交那么多税了。因为到监视马文才、陕西知县毛攀凤、金安府通判宋仁，以制举舞弊、贪赌贿赂、煽动民变、戕害人命等罪，交督察院议罪。陆飞龙助纣为虐，残害乡里，处3000里口外充军。本渊以隐匿土地数额巨大，田产一律充公。自即日起，人丁私捐税只需仁华县缴纳1000两，其余2530两由范渊充公田产填补。宝玉，你好了没？洗着呢。要换你姐的话，这会儿功夫早完事儿了。别提她了，她倒是清闲的很。我最近呢，写了一本书，想先拿给你看看。那你这一趟是路过呢，还是特意来的？
遮住我眼睛，却如自己无意识性，赋予你生命，是非纠缠，总能寻踪影。谁能看得清万物的缘生？堕入黑白裂缝，漠视乱世纷争，也会指引用偏颇的真理，凝视野兽瞳孔，撕裂我的痛，束手变苍穹。杜撰一颗心，平庸执迷，都深爱花繁星，穿过这恐惧，灵魂躯体生于天归于地。就像这位传奇，如果被传记，就算死有换季，无声息的传奇的河，就算10年500个泛黄的报表黄色，又会颠倒那天也许又被转移了，可以去可以体谅，时光光在先辈镜下，光日之下还无限体谅，运气并驾64年，反复不下60次，新人远距的字，思路卷卷谁能看得清万物的缘生？心如千声浮语，幻化日月长空，也会指引用偏颇的真理，凝视野兽瞳孔，撕裂我的痛，束手变苍穹，为世界重生。